当全世界股市崩盘的时候，当无数人已经被迫走上天台的时候，当幸灾乐祸的人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抄底的时候，很抱歉，我从去年开始讲的这个剧本、这盘局、这场崩盘还只是刚刚开始。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人是不是都在抢着卖股票啊？也就是说，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已经亏了很多钱了，就算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把手上的股票贱卖的很便宜了，那这也只是你觉得而已。当全世界都在砍价、打折贱卖股票的时候，就是你出价50块就卖，而别人出价40块就愿意卖的时候，那么到底是卖股票的人急一点哦，还是我们买股票的人急一点哦？也就是说，对于准备抄底的资本家来说，现在贱卖还是太贵了，还是不够便宜啊？那什么时候才叫做足够便宜呢？很简单，就是当万物寸草不生的时候，就是当那些没有买股票的人觉得跟自己无关的人也亏到绝望的时候，就是当所有的资产对于我们来说都接近于送的时候。对，你没听错，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这场局，你会发现你会压抑这场局崩盘的终点，也就是我们抄底的起点，其实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而这时候无数人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财富就会变成资本家的财富，这就叫做财富大转移。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如果你一直有关注我的影片，你会发现巴菲特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卖掉美股，手持天量现金了。那个时候呢，股市还在为川普当选而上涨，所以无数人呢都在笑他他老了不行了。然后这些人呢就经常接盘美股，而现在呢，美国政府一个关税下来，这些接盘的人呢都买在了高位，而巴菲特呢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因为他不仅仅把股票卖在了最高位，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一下他卖了什么。他卖了什么呢？其实已经把这盘局的剧本都说了出来了。什么意思呢？去年无数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巴菲特要把自己持仓最多的苹果公司卖掉呢？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发现，这一次美国加关税加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嘛。那苹果公司的那些手机啊、电脑啊、耳机啊，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啊？也就是说，苹果如果把从中国生产的手机卖到美国，就要付天量的关税。简单来说，以后美国人买美国自己研发出来的手机呢，要比其他国家贵啊。然后苹果的股票呢就暴跌了35%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发现，巴菲特他不仅躲过了股灾，他甚至在川普上台之前就已经卖掉了这一次关税对他影响最大的公司。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无论是谁当总统，剧本和结果呢都是一样的。而关税呢就只是其中一个手段来刺破这场股灾。而这场股灾的终点是什么呢？你又会发现，巴菲特把自己第二大持仓，也就是美国银行的股票也卖了。这又代表什么呢？如果巴菲特卖资产是巧合，那么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黄仁勋去年都在卖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也是巧合吗？如果这都是巧合，那李嘉诚这一次急着想要卖港口套现呢？很多人说李嘉诚卖港口是因为政治的风险，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上半场美国资本家玩的是升息，而现在下半场玩的就是关税。其实玩法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把全世界的钱抽到美国，让全世界的经济和资产崩盘，然后这些资本家就可以慢慢的去抄底。但不同的是，升息呢是抽走全世界的钱，而关税呢就是找全世界来垫底。什么意思呢？而最重要的是，下半场我们又该怎么去布局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是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好了，我们结果说话吧。美国加了关税之后，真实发生了什么呢？首先美股就崩盘了，对吧？就是大部分人看到美股崩盘，就只是觉得股市下跌了，但从来不会去思考一下这些钱去了什么地方。股市崩盘了这2天，蒸发了多少钱啊？6.6万亿美金啊！蒸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突然间就没了，凭空消失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6.6万亿美金为什么可以在股市突然间就没了？股市里面有人亏钱的，那就肯定有人赚钱了嘛。当股市下跌的时候，拿着股票人呢，是不是就亏钱了？也就是说，在高位接盘的人呢，他就亏钱了。
所以反过来，那些提前在高价卖出股票，然后在低价把股票买回来的人，也就是做空的人，是不是就赚钱了啊？那谁拿着股票呢？这几天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是不是你身边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啊？也就是散户嘛。上一部影片就说了，现在保守看，至少80%拿着美股的都是散户或者是外国的投资者。也就是说，股市蒸发了这6.6万亿美金呢，亏的大部分都是散户还有外国投资者的钱。再简单点来说嘛，这6.6万亿美金呢，就是从散户和外国投资者转移到了做空的人他们的钱包里面的。那谁会去做空股市呢？除了上一部影片讲了索罗斯这种做空集团之外，那么谁知道关税内幕的人，谁是不是就可以提前去做空呢？就在周三的时候呢，川普呢就发了一个帖子，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可以买进股票了，也就是他让大家可以进场抄底了。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呢，他就对外宣布他要暂停这个关税90天了。结果本来还是在暴跌的美股就突然间反弹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的美股是涨还是跌，是不是全凭川普可以反悔的一句话，或者是可以搁置的一个政策就 OK 了？代表是不是只要川普告诉你该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你就可以赚到钱了？代表是不是这里面可以内幕交易啊？那么如果你一直有追随我的频道，你应该知道现在美国政府对内他急着要解决的是什么啊？第一呢，就是没钱花了。你可以看得到，美国国库里面的钱啊，都要快清零了。如果国库再没有钱花呢，政府就要停摆了。然后第二就是美债没人买了。你可以看得到，从21年开始，美债就被大量的抛售，不断的下跌。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都不借钱给美国花了。所以怎么去解决第一国库没钱花的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啊，当美股可以因为川普他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政策就可以暴涨或是暴跌的话，那么美股其实就可以直接成为美国政府的提款机了。只要美国国库没钱，是不是就可以引爆股市，然后提前做空去提款，拿完钱走了，就可以重新把股市再涨回去，让韭菜再涨回去，对吧？而整个暴跌的过程呢，是要快，跌的要多，但不能拖太久的，因为跌的太深了，韭菜就死了，就涨不回去了。你可能觉得我讲这些很扯，但这些呢不是我说的，而是川普说的。This is Charles Schwab. It's not just a company, it's actually an individual. And he made $2.5 billion today, and he made $900 million. That's not bad, because he's in financials. I've always been. 你可以看一下这部影片，川普说他这位老友呢，不算他的公司，只是他一个人啊，一天就赚了25亿美金。也就是说，这一波的股市崩盘，其实是不是就是把大家手上的财富转移到资本家和美国政府手上啊？而现在很多机构都说要查美国政府，我就笑了。然后呢，美债没人买，美国政府想要怎么解决呢？我讲过很多遍了，他们要主动引爆股灾，把股市里面的钱呢赶到美债上面。他呢是想这么做没错，但能不能做成呢？我们看嘛，关税落地了之后呢，美债确实就涨了2-3天嘛。当涨的那几天都是高开低走的啊，而且成交量非常大，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确实一开始有无数人冲进去买美债，但这些冲进去买美债的人都变成了接盘侠了。为什么呢？之前讲过，美债拍卖没人买的时候呢，其实华尔街的资本都是要被迫去兜底接盘的。所以当现在有那么多的资金冲进去买美债接盘的时候，这些之前被迫兜底的华尔街资本都纷纷套现离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要囤积好现金的弹药，准备抄底布局啊。而且如果美国政府可以解决美债问题呢，那资本家就会失去对美国的控制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美债一开始大量的上涨，但都是高开低走啊。最重要是中国和日本呢，都在变相承认他们都在卖美债反击了。因为美国制裁他们就要透过美债来反制裁美国。所以严格来说呢，川普把钱从美股赶到美债算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美国暂停了关税，原因呢有2个。第一呢，就是它短暂解决了美国政府没钱花的这个问题了。第二呢，美债反而被追击了。但这是不是代表就此结束了呢？现在很多人都回到我们1个月前这一部美股死期已到的影片，然后留言已经完全应验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
这一次的关税呢，只是小打小闹，再简单点说，就只是试水温罢了。加关税的玩法呢，跟升息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拉爆全世界的经济，然后让美国资本家去抄底全世界资产。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关税却是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什么意思呢？升息的时候，全世界的钱因为美国有很高的利息嘛，所以呢，全世界都会去变卖资产，然后把套现出来的钱流进去美国。而当全世界都在卖自己国家的资产，还有自己国家的货币，然后去买美元和美国资产的时候呢，全世界资产和货币就会贬值嘛。而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卖掉升值的资产，然后拿着升值的美元去全世界抄底你们贱卖的资产了。这个呢，就是收割全世界上半场的玩法。而下半场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直接从你的国家抢钱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点啊，比如今天我给你这个越南加关税，你以前卖10块的零件呢，现在我给你加了4块的关税，你可以怎么选择呢？第一，如果你想要保持你的利润不变，那你的零件就要从10块涨到14块，也就是说，你把零件要卖得更贵，然后把这个关税的成本呢转移给消费者。而这个时候呢，你涨价了，你的东西变贵了，那么呢就会少了很多的客户来买，然后你的订单和销量呢就会暴跌，然后呢你就要被迫裁员，甚至是倒闭，这样就会引发你整个越南的失业潮啊。然后大家失业就没钱嘛，没钱就不会想出去花钱消费嘛，不消费，你越南的经济呢就会衰退了。而你越南经济的衰退，那些跟你合作的国家就会一起倒霉，一起衰退。那么当大家都赚不到美元的时候，你这些国家的国库就会没钱了，然后你的货币和汇率就会贬值了。这个呢就是你第一个选择。而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我给你加了关税，但是你的产品呢就不涨价，那么就等同于说你把这个利润都交给了我美国了，就是说你卖10块，但是有4块你都要拿去交关税了，那你还怎么赚钱呢？然后你赚不到钱就会亏损，而结局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越南很多的企业赚不到钱也会倒闭的，也会引发经济的衰退的。你经济衰退，大家都不来你越南投资了，都把你越南的钱换成美元了，那你的货币也会贬值的。而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很多的国家都会选择主动的让自己的货币贬值。比如说我美国给你加40%的关税，但是如果你的货币也贬值了40%呢，其实就抵消了嘛。这样虽然可以保住你国家那些公司的生意，但如果你的货币贬值了40%，其实也等同于你国家的资产也是便宜了40%的。很简单嘛，日元贬值了，你是不是就有冲动去日本了？因为日本的东西就变便宜了嘛。所以简单来说呢，无论你怎么选，只要给你加个关税，就可以让你这个国家赚不到美金啊，让你没有钱啊，你没钱，经济就很差，经济差呢，你国家的资产，比如说工厂啊、企业啊、资源啊，都要打折贱卖了。最重要的是，你国家的货币就会相对于美元而贬值了。到那个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贬值的货币和资产了。所以这个关税一落地呢，美股是崩盘的没错，但全世界的股市也跟着一起崩盘了。所以就算这一场关税，美国自己也会受伤，但美国政府依然还是要搞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赢家通吃，让全世界垫底的局。从短期来说呢，美国老百姓确实会很痛苦的，因为买东西变贵了，通胀了，然后经济跟着不好了，就失业了，股市也崩盘了。但这不是你美国一个国家的事啊，而是全世界的事啊，全世界的经济也会因为关税而崩盘了。这就跟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一模一样了。但是08年过去之后呢，美国却是全世界最快恢复的国家，甚至恢复的比过去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当全世界经济崩盘的时候呢，全世界资产都会被美国资本家以1折贱卖抄底了。也就是说，虽然美国有经济衰退的风险，但只要其他国家也经济衰退了，那其实美国呢就没有衰退了。因为你死的比美国更惨的时候，全世界的钱还是会回到死的没有那么惨的美国来投资的。所以关税跟升息呢一样，都是抽干了全世界的美元，一样让全世界的资产打折贱卖。但不同的是，关税却可以引爆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因为这跟战争呢是没有区别的。虽然引爆点在美国，但炸死了却是全世界。能听懂吗？很多人就信了嘛，
说川普加关税是因为全世界赚走了美国的钱，而是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我笑了，美国他搞金融，印钱，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全世界的资源，还有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产品买走了。你现在跟我说要重新让美国人去当农民和工人，你自己愿意吗？我告诉你，历史正在重演，关税就是一场财富大转移。看起来这个关税呢是对其他国家征收的税啊，但实际上却是对全世界普通老百姓征收的税啊，因为老百姓要面对的比如说如果你做生意或者是投资的，你的资产就会贬值，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兢兢业业去上班，但你也要面临通胀买东西变贵了，然后失业，经济衰退了，还有货币贬值了，这些都是在无形中把你的财富偷偷转移到美国资本家手上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我们上半场的布局，你没有及时的在高位套现，你手上并没有太多的现金还有避险资产在手，那么现在下半场你依然可以继续的选择无动于衷的，就眼睁睁的看着资本的屠杀掠夺还有财富的蒸发。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巴菲特那些资本家他们知道的看到的都比我们多所以他们就可以提前去布局嘛。但我们散户比他们这些大户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更灵活。巴菲特他可能要提前1年去买资产或者是卖资产，而我们呢，只需要等到资金确定了进去之后，准备推高股价的那一秒才进场也不迟了。也就是说，大户制造了趋势，而我们只需要跟随趋势，赚到了钱就跑嘛。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轮美股的暴跌，我们1分钱都没亏甚至有的人会问扫力生，你去年不是布局了港股小米吗？现在怎么样了？首先，第一，影片为证嘛，我们小米是19块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布局的。那就算你不是我们的弟子，现在港股再怎么崩盘，小米还是40多块，也就是说你的利润也至少翻了1倍了。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在买之前设定好止损跟止盈呢？就是因为止损和止盈是我们的保护线，一旦跌破这个保护网，我们就会自动的把财富落袋为安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去年开始布局的黄金，到现在就继续的暴涨了。所以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见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也只是亏1块给你，因为我们有安全网长期去玩这个游戏呢，我们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取消了。所以重点就来了，关税也是美国政府对外的谈判筹码。如果你这个国家不想要被加关税，你就要服从美国。再简单来说呢，你就要去接盘买美债。如果你反击呢，那不好意思了，一个关税下来，你的国家资产都要贱卖给美国的资本家。因为现在无论是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甚至是我们，都拿着天量的现金资产等着去抄底。所以这一次的关税就仅仅是试水温，看看什么国家会臣服，什么国家会抵抗。但结果呢，就是炸出了很多表明会反抗，还有实际出来卖美债的国家，所以美债反而就暴跌了8%了。而美元呢，继续的贬值了，资金反而撤离美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的影片一直不建议大家买长期美债。我去年年底就开始把美元换成黄金和日元的原因了，详细的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所以当全世界股市崩盘的时候呢，全世界投资者并没有把钱转移到美国，反而是在美国拿钱跑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全世界在接盘买美债和金融危机之间投票选择了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这一次美国对全世界加关税可能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因为美国现在股票、钞票、债券三杀全都崩盘了，你救得了美股，救不了美元，救得了美元也救不了债券。最重要的是，美联储这些资本家也见死不救原因呢，你去看我之前的影片。所以这里就是重中之重了，
如果股债汇三杀救不了了，那美国政府就只能被迫浴火重生了。简单来说，就是引爆金融危机，让全世界去垫底，替他买单。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为什么这一次美股会暴跌的这么快啊？很简单，今天我100块买了一只美股，结果它涨到了200块，我想要继续的买进这只股票，但我没钱了怎么办？所以我就拿价值200块的股票到银行抵押出150块出来，然后再拿这150块继续的买这只股票。结果美股因为关税暴跌了，银行就要我马上把借给我的150块还给他，不然的话就要把我的股票都卖掉。所以如果我不想我的股票被银行卖掉，我就要还给银行150块，但我手上就是没有150块，所以才跟银行借的啊。也因为这样，可能就还不上，银行呢就只能把我的股票卖掉。那么当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还不起钱的时候，大量的股票就会在股市里面不问价的去抛售。也因为这样，美股这一次就崩盘了。所以如果我不想要看到这种情况，我呢就必须要卖掉手上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欧洲的股票啊、台湾的股票啊，还有原油啊、比特币之类的，把这些资产都卖掉套现，拿到现金，然后把现金还给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卖掉其他的资产套现来还给银行。就是现在大家都要钱不要货了。再简单来说呢，当银行让你还钱、追收你保证金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银行把之前放出来的美元都收了回去了，所以就会引发全世界的流动性危机。卖资产的很多，但拿着钱买资产的却很少，所以资产就卖不出去。那这可能只是刚开始啊。想要解决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呢，就是要让市场上的钱跟资产重新的平衡起来。而方法很简单，我很早之前的影片就说了，就是美联储出手救市，唯一的方法就是扩表印钱。而美联储有2个选择，第一呢，就是现在去救市，但我维持着现在很高的利息，慢慢的去印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以不让你美股跌得更惨，我去印钱，让市场上有美元去接盘，但是你美国政府要支付给我很高的利息。这种情况呢，股市可能会小小的反弹，但不会重新的暴涨，甚至可能在反弹之后呢，慢慢的连续下跌。而第2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因为无论是08年还是20年，美联储都是选择了这个方法，就是在金融危机或是股灾再严重一点的时候，美联储才会出手，直接没有上限的去印钱，然后把新印出来的钱呢，以零利息借给了美国的资本家去抄底。而其实这个呢，更符合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还有美国政府的利益啊。因为刚才说了，如果美国政府后面继续的去用这个关税引爆全世界的金融危机，那么只要全世界的经济比美国更惨，那么美国就是最好了，就是没有金融危机的，就依然是全世界资金的避风港啊。而这个时候呢，美债就会有人买了。那么对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来说呢，全世界崩盘的时候，全世界资产贱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打开印钞机，然后借钱不用利息的，把天量的钱弄到手上，然后去抄底全世界贱卖资产。这样现在美股和全世界资产就会重新的转移到美国资本家的手上了。而美国也解决了美债没有买的这个问题了，美国要还的利息呢，也因为零利率瞬间降低了。所以我从去年就觉得引爆金融危机，零利息扩表这个可能性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会卖掉美国银行的原因了。因为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还不上钱给银行，银行呢就会瞬间贬值了。而如果你比较聪明的话，你应该已经听得出来，什么时候是我们追加抄底时机了。首先是不是现在？现在的股市和资产的价格可以因为美国政府的一句话而暴涨或是暴跌。如果你现在进场，你这赚的也只是快钱，并不是大钱。最重要的是，你今天赚的钱，明天可能就会输回去，甚至让你亏钱。或者说你今天一买就要止损了，你要经常去止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去短线投资和打游击战的合适时机。所以我们会选择短暂的冬眠。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是什么资产会涨，而是什么资产可以让我们的财富不贬值。也因为这样，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美元换成黄金和日元了。那现在就会更加坚定的继续的拿着了。直到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补习班内部的弟子都知道，我们短线做空的 Tesla 小试牛刀了。
而效果呢还是不错的。但我们强调只是试水温，真正做空的时候呢，是美联储继续的不救市，美国政府继续的拿关税引爆金融危机，美股全面崩盘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举的去做空。而等到美联储扩表印钱了，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跟随趋势去抄底。这个就是我们布局的大方向。同时也想要告诉你，08年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可能只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或什么火锅店炖菜了，但他们很多现在都已经是我身边比较有钱的前辈了。然后08年之后呢，阶级就固化了，这些以前端菜了，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手上的资产每个月甚至每个小时都替他们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了。而我出生比较晚，当时我还小，没有把握住那一次的机会，而现在这一次机会来了，我也长大了，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来了，我也准备好子弹了，已经卷起衣袖了。而就算这一次机会不来，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我又重新套现布局嘛。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进场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而不是到时候还在问我现在是进场的时机吗？什么什么资产还能买吗？现在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因为说过牛市，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我建议你把我之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呢，我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如果不看前面的影片，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了。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去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的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了？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